健康的人啊，如果规律性的补充鱼油啊，可能反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如果你没有心脏的问题，你却规律性的在服用鱼油，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Hello， 大家好，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谈鱼油啊。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2个星期前啊，邱医师有一位好朋友，他也是医生，年纪比我大2岁啊。他呢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哈，他在新竹某个大学呢，在校园骑单车的时候呢，为了闪避一个大学生不慎跌倒，结果跌倒理论上就是一个小擦伤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位医师朋友呢，他居然住进了加护病房哦。为什么？因为脑中风。为什么这位医师才一个轻轻的脚踏车跌倒啊，稍微碰到一下头部呢，就造成了脑中风哦？原来这位医师在多年前曾经装过心脏支架哦。那么你们都知道，装了心脏支架以后这个必须要长期规律的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为什么？要预防血栓的生成。因为心脏支架装在心脏上面呢，它血流通过的时候，撞击到那个心脏壁上面的支架的时候，很容易形成血栓。所以现在有一种更高价的这个心脏支架，叫做防血栓的心脏支架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讲说正常的这个心脏支架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规律的吃这个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来预防血栓的生成就是因为他长期在吃这个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所以导致他的凝血功能变差所以轻微的脑部的震动就导致了这个脑血管出血而中风了好，邱医师以前曾经在一篇有关脑中风的影片当中呢，跟大家提到，大家看一下这个连结如果有兴趣的人再回去看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呢，邱医师有提到说，2023年美国医学会的一个期刊叫 JAMA 有一篇论文，他提到说，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呢，它不能有意义的降低脑中风的风险不能降低脑中风的风险，但反而增加了颅内出血的危险所以老年人呢，如果他有可能脑部外伤的话呢，他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其实反而会有反效果所以结论当中呢，该论文说不再鼓励这个老年人呢利用这个规律性的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中风预防中风因为外国人很多是叫缺血性的中风，就是血管堵住了那血管堵住就是一个血块嘛，所以他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呢让这个血块不容易生成嘛，这样就比较不会造成缺血性的脑中风。可是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东方人出血性的脑中风比较多，也就是说血管破裂，然后血这个流出去跑到脑部里面，造成的中风是比较多的。那如果你又吃了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你的凝血功能变差，那你脑破裂出血的话，那个情况会更严重好，所以不建议大家规律性的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来预防缺血性的脑中风，因为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变成出血性的脑中风增加了可是呢，对于预防心肌梗塞这方面的问题呢，那篇论文是说还是支持大家使用这个低剂量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肌梗塞的发生好，现在呢，鱼油也有类似的报告出来了。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说服用鱼油有益健康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鱼油是一种 omega 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有很多健康上的好处，包括什么？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这个促进脑部的健康，促进眼睛的健康，促进皮肤的健康，还有促进骨骼的健康嘛，还有促进心脏的健康。那还能降低血脂肪、胆固醇还能降血压，一大堆的这些对于健康上的好处是肯定的，没有错但是呢，现在发现说跟前面的医学研究结果有点类似在2024年就有一篇论文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叫做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 上面一篇研究发现说，健康的人如果规律性的补充鱼油可能反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你没有心脏的问题，你却规律性的在服用鱼油，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导致心房颤动的风险呢增加了13%，中风的风险增加了5%。为什么？因为鱼油中的 omega 3的这个脂肪酸呢，会影响心脏的节律，而且呢降低了你的凝血的功能，所以呢可能跟刚刚前面那个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一样，反而增加了脑部出血中风的这个风险好，但是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定期规律的服用鱼油的话呢，你从心房颤动发展为心脏病的风险是会降低了大概15%，而从心脏衰竭呢发展为死亡的风险呢也降低了将近9%也就是说，对于你有心脏病的问题，心律不整有心房颤动的人，因为心房颤动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嘛，那血栓的形成流到冠状动脉就导致心肌梗塞，流到脑部的动脉就造成脑中风，这个叫缺血性的中风好，所以还是可以服用的。
好，那这篇论文呢，它是一个前瞻性的队列性的研究观察了很长时间，而且呢，它的样本族群非常的大它的证据力仅次于邱医师以前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回溯性的研究这个系统性的分析这种证据力很高的论文，它仅次于这种论文，所以证据力还是很强，结果还是很值得参考好，结论我们要探讨2个问题。第一个，健康的人呢有必要每天吃鱼油吗？如果从这个论文来看呢，其实健康的人呢是没有必要每天补充鱼油的。可是有心脏病的人呢可以吃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规律的在吃鱼油的话，你就要小心出血的风险会增加好，第二个，要怎么补充鱼油邱医师以前跟大家讲过我没有必要，我绝对不吃健康补充食品，除非证明有需要。有需要的话，一定是从天然的食品补充来开始做起。像邱医师给大家分析说，我去检验我的维他命 D， 身体里面的维他命 D， 我发现我并没有欠缺，但是以台湾的标准来看，我似乎是有欠缺一点点。好，既然如此呢，邱医师就从生活当中去增加我的维他命 D。你看我呢，就增加日晒的时间，然后日晒前、日晒后一段时间以后来对比，我日晒前验血看自己的血中维他命 D 有多少。日晒后，我再去验自己的血中维他命 D， 结果发现呢，日晒后真的维他命 D 有增加了。好，按照美国的标准，其实我第一次验的那个维他命 D 呢，并不是欠缺的，是差不多够的所以我拿自己当试验品来验证这个结果给大家看。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缺少维他命 D 呢，你就多多晒太阳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要补充鱼油要怎么补充呢？好，很简单，天然的雄厚靠着吃鱼来补充是最好的那么至于我也建议你要多吃深海的小型鱼，而不要吃深海的大型鱼。为什么？因为大型鱼是食物链的顶端嘛，它都是吃小型鱼为生，吃太多以后把小型鱼身上的汞这些重金属累积到大鱼的体内，所以大鱼身上这个汞金属是最多的，所以尽量不要吃深海的大型鱼。那哪些是深海的小型鱼呢？就是青鱼、秋刀鱼跟鲑鱼，这个你可以多吃。深海的大型鱼像旗鱼、鲨鱼、尾鱼，我觉得最好少吃。像现在有所谓的尾鱼季、尾鱼沙西米，对不对？其实你们很爱吃，我都不爱吃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你听听参考一下就好了好，希望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多多留言，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